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被央视表扬的赵丽颖给农村妇女长脸了。2022年称为赵丽颖的高光之年，一点也不为过。知否知否，硬是绿肥红瘦，凭230亿的播放量勇夺2022年网播量冠军。同年5月，赵丽颖入选福布斯中国名人榜，位列第15位。同年7月，赵丽颖担任河北省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第5届理事会副主席。刚刚迎来大结局的热播剧《幸福到万家》引爆全网热议，更是被央视点名表扬。网络点评：赵丽颖把农村妇女的形象演活了，成功的让农村女性的形象出圈。其实，从农村走出来的赵丽颖，自身何尝不是一个励志的典范？她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龙套，成为今天的霸屏大女主，靠的不仅仅是幸运，更是对人生永不妥协的那股倔强。01，人在低谷时，学会埋头苦干。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，一无学历，二无背景。这名农村女孩刚刚读完中专就出来闯荡了。2006年，她靠参加雅虎搜星选秀节目脱颖而出，从此走上演艺之路。但是她并没有一炮而红，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低谷时期，在各大影视剧里打酱油，龙套一跑就是7年，最好的角色也只是演丫鬟。因为出身农村，又没有高学历和雄厚的资源，她总是被人奚落。有一次过新年，她好心给工作人员和群演发红包，却被嫌弃200元给的少，换来一句乡下人。上综艺玩游戏，她因为动作太大不小心扯到其他明星的衣服，被骂没素质，甚至被要求滚出娱乐圈。同期的85后小花，有的成为顶流明星，有的稳坐偶像剧女主的位置，有的嫁给了人脉宽广的丈夫。而对比之下，赵丽颖落后太多了。但是赵丽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一直默默地努力拍戏，历练自己的演技。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赵丽颖的拼命与苦干迎来了收获。从2011年的新《还珠格格》崭露头角，到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大展风采，不断打破中国内地周播剧收视纪录。赵丽颖凭借《花千骨》先后获得第6届澳门国际电视节金莲花最佳女主角奖、第6届国剧盛典最具收视号召力演员奖、第22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名、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。她一步一脚印的挤向一线小花之列，全凭一个稳字，稳扎稳打，本分老实。赵丽颖的能力并不是最出众的，但是在快节奏的演员市场，她够老实，也够踏实，不急于证明自己，而是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去奠定自己的实力。她的成功印证了一个道理：人越是在低谷时，越要埋头苦干，韬光养晦，才能厚积薄发。机会从来都不缺，但是它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有人说他是幸运的，总能遇到伯乐，但是这份幸运如果没有能力作为依托，终究也是昙花一现。运气只有和实力搭配在一起的时候，才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。赵丽颖并没有急于求成，她深知自己起点低，所以不断积累人脉与能力，在机会到来的时候紧紧握住，爆发出惊人的后劲。大器晚成也是一种耀眼的光芒。02，身穷志坚，永远要看得起自己。赵丽颖最为轰动的一段感情，就是与冯绍峰的婚姻。在离婚后，她曾不止一度在节目里流泪。为了让儿子有更好的家庭环境，她选择放弃儿子的抚养权，原因是前夫经济条件更好。冯绍峰则是娱乐圈里的富二代，而农村出身的赵丽颖
一直被婆婆瞧不起。所以，冯绍峰的财富和背景是赵丽颖一时无法抗衡的。婚姻中地位不对等，很容易让这段关系失衡。赵丽颖生完孩子后，就立刻复出拍戏，拼搏事业。她骨子里是个倔强的女人，不希望活在低人一等的眼光里。但是，也许正是由于她的野心太强，所以导致了婚后夫妻两人矛盾不断，观念不合。冯绍峰的母亲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，网传她经常会有看不上儿媳妇的言论。在两人离婚的时候，强势的婆婆执意将孙子留在自己身边。这件事对赵丽颖的打击很大，一度情绪低落。但是她找不到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忍痛退让。所以离婚后的赵丽颖更加拼命地拍戏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万达太子王思聪曾公开表示自己对赵丽颖的欣赏。论毒舌，王思聪丝毫不亚于金星，不少女明星都曾被他对过，可是唯独赵丽颖，他毫不吝啬夸赞。当初赵丽颖和林更新在拍《楚乔传》的时候，偶遇王思聪，但是他并没有热情地与他拉近乎，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中。后来王思聪追求她，却被她婉拒了。于是王思聪私下主动了解她后，才发现这个女孩子一路走来的辛酸与不易。她小心翼翼的个性，真实与不做作的性格，让王思聪动容。王思聪在采访中表示，愿意用一生守护这个女孩。一个女人想要获得理想的人生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赵丽颖虽然出身并不优越，但是她没有走旁门左道，靠傍大款让自己上位，更没有利用婚姻来敛财。相反，她保持着自己淳朴的本性，走了一条最艰难却又最坚实的道路。只有靠自己获得的成功，才会真正让人从心底佩服与尊重。03，保持善良，才能走得更远。赵丽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，就是知恩图报。在一期综艺节目中，她耿直说出在拍摄《还珠格格》的时候，被演员张睿私下叫她去房间里。那是因为正赶上过年，自己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地方可去，张睿便把赵丽颖叫过去，给她做了年夜饭吃。说到这里，赵丽颖低头哽咽了。她表示自己非常感激这份恩情，她一直记住。后来出演《楚乔传》的时候，她还极力推荐张睿女友来剧组演戏，以报答那顿年夜饭的情谊。一个小小的举动，都让她铭记于心。懂得感恩的人，命运都不会太差。从农村走出来的赵丽颖，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。曾经有河北的村民在网上抱怨自己的家乡路总是坑坑洼洼。赵丽颖在知道了这件事情后，直接就第一时间找到当地政府捐款，希望政府能够尽快为大家修路，以身作则，带头为家乡谋幸福。这不是与幸福到万家里和幸福不谋而合。赵丽颖能有今天的成绩，被央视点名表扬，被选为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，与自身的正能量密不可分。提起何幸福这个角色，赵丽颖说她很心疼。何幸福看起来很柔弱，其实内心很强大。不过她也是没办法，如果不强大，就只能挨欺负。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不是演出来的，何幸福遭遇的很多事，赵丽颖在农村也见过，所以她才能感同身受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何幸福就是赵丽颖本身的缩影。在不久前的金鹰奖颁奖典礼上，赵丽颖不忘提拨后辈王一博，把他介绍前辈认识。发表获奖感言时，他也不忘祝愿更多的演员可以被观众所喜爱和认可。这种发自内心对同行的祝福，就是一种良性竞争下的善良和善意。善良永远是一个人最值得拥有的人生底色，它是一种看似笨拙的真诚，也是能使一个人能走得更远的品质。
一个人纵使才华再横溢，倘若投机取巧、勾心斗角、忘恩负义，最终也会毁于一旦。唯有善良，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回报你最美好的果实。赵丽颖对和幸福两句朴实的台词印象深刻：一是使劲活，好好活；二是人不应该只是活着，还要活得明白，活出自我。同样来自农村，一路奋斗到现在的赵丽颖坦言，每个在奋斗路上的人都会被和幸福的生命力感染，抱着向上的心态追求理想生活。我只想对自己说加油，这也是她对自己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最好的诠释。赵丽颖已经活成了自己生活里的大女主。祝福颖宝越来越幸运，越来越幸福。